短跑博尔特，长跑法拉赫。喜欢田径的朋友应该都听过这一句话。他们俩几乎霸占了2011年到2017年所属项目的全部金牌，也被称为田径赛场上的绝代双骄。2017年伦敦世锦赛，这两位世界田坛的传奇同时迎来了告别之战。与以往不同的是，即将转战绿茵场的博尔特选择以人情世故的方式离开，让那些曾经苦苦追赶自己的老兄弟们圆梦。而法拉赫则不然，干掉法拉赫，因为这小子实在太狂了。比赛中又是拿水喝，又是摔跟头，完了还能拿冠军，这谁受得了？尤其是有着长跑王国之称的肯尼亚和埃塞俄比亚，他们享受免费非洲7日游，还能好好得标，零距离甚至负距离接触，想想就刺激。都说短跑重如牛，长跑瘦如猴。你看这一排大长腿，真让人羡慕。好了，废话不多说，我们边看比赛边给大家介绍参赛选手。我话还没说完，法拉赫就开始调动现场观众的情绪了，真是狂得没边。别人都是 2.0T 的柴油发动机，法拉赫则是 5.0T V8 发动机。更恐怖的是，还搭配了太阳能电池板。这家伙跑完1万米都不带大口呼气的。1000米用时5分25秒43，第二个1000米用时2分45秒55。肯尼亚选手来到了第一位，3000米用时8分09秒13。法拉赫处于队伍中后端，前后既有重兵把守。1000米用时13分33秒77，法拉赫依旧不慌不忙地跟在队伍中间，因为过早的发力很容易激发其他选手的情绪。就像米用时16分17秒48，法拉赫被死死地挤在队伍中间。知道的这是在比赛，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大佬出场，前后皆是保镖呢，都让观众发出了震耳欲聋的欢呼声。他们很享受法拉赫与全世界为敌的这种快感。7000米用时19分02秒18，前面领跑的选手已经换了好几波，只有法拉赫的排名稳如狗。最后6圈，敌就是刚刚洗当爹的那位吗？8人都在为最后的决战做着准备。巴金4次完成超越，巴金斯外道往里挤，年轻就是好啊，有用不完的地。最后600米，法拉赫开始加速，全场8万观众全部起立，他们将亲眼见证法拉赫创造历史。他下去了，拿水去了吧？拿水啊！结果总是跟在队尾，比赛中途绕道喝水，100米摔倒依旧夺魁。放眼历史，能够跑得如此洒脱的长跑运动员，恐怕只有法拉赫了。2015年北京世锦赛男子5000米决赛，来自世界各地的顶尖5000米选手齐聚一堂。今晚他们的主线任务就是围剿法拉赫。从2012年开始，世界田坛就流行这么一句话：短跑博尔特，长跑法拉赫。有意思的是，前者来自加勒比，后者生在索马里。他们两人像海盗一样，长期霸占田径长短跑项目的全部金牌。正如美国田径发起对博尔特的围剿一样，肯尼亚作为闻名世界的长跑王国，自然不允许有法拉赫这么牛逼的人物存在。今晚他们派出了近10年来最强的阵容，一手10面埋伏回荡在鸟巢上空。然而，就当所有人都认为法拉赫今晚将要孤军奋战时，在他身旁毫不起眼的美国人卢普将成为贯穿整场比赛的点睛之笔。接下来，让我们跟随杨健老师和东方神鹿王军霞老师的精彩解说，一起开启这场史诗级5000米对决。看看这场决赛，卢普还是会在全程当中引带法拉赫，给法拉赫提供保护。然后两人在最后呢有一些配合。法拉赫跑到最后一位啊，他一开始就跑到最后，但是对自己的冲刺速度和变速能力是绝对的自信，他敢跑到最后一位。对，这个一定是这样子的。而且呢，第3位的卢普呢是法拉赫的训练伙伴，两个人常年在美国科罗拉多一个峡谷里进行训练，而且两个人私交非常好，不是一个国家的队友，但胜似队友。法拉赫一开始让卢普出去，卢普再回手找他，一看法拉赫跑到最后一位，卢普就明白了，兵出奇招。比赛形势，首个1000米用时3分02秒04。有趣的是，英国的两位选手，一个在前面领跑，一个在队尾跟跑，不知是战术安排还是在各自为战。队尾的法拉赫更像是一头猛兽，在发动总攻之前，他决定先补充点能量。他下去了，你看，拿水去了吧？拿水啊！在世界锦标赛的决赛当中，没有见到一般运动员去拿水的，因为这个5000米节奏很快，12分多钟比赛结束了。对，法拉赫跑到最后一位，还有空跑过去绕一个大弯拿一瓶水。那嚣张，我只服法拉赫。别人拼了老命往前冲，他倒好，还有闲情逸致品一口82年的纯净水。我在跑马拉松比赛的时候，我整场马拉松都不会去取水喝，影响节奏。你跑过去拿一下水，再过来的时候很容易岔气，再喝水。2000米用时5分58秒68，法拉赫依旧不慌不忙，跟在队伍最后，反倒是他的良机。卢普开始不淡定了。所以法拉赫今天呢有点拖大，跑在最后一位，而且不去跟卢普配合，不知道这会不会为最后的决胜产生一些变化。比赛行至2200米时，法拉赫终于开始发力，2400米升至第一，并回头看了一眼卢普。就这样，比赛正式进入对抗模式。法拉赫面对一众埃塞俄比亚和肯尼亚运动员的挑战，卢普看卢普上来，兴奋配合，维尔加立刻上来一个并道，大家看到这个争锋啊，对，真的很激烈。你按兵不动没关系，你一动我肯定要出手啊。对，其实大家在跑的过程当中都在观察。3000米用时8分47秒29，埃塞俄比亚选手梅尔加在前面领跑，法拉赫排在第2位，与卢普一左一右，进行相互照应，又在战术中进可攻退可守。您看刚才一个眼神，这个细微的镜头捕捉到一个
个眼神，鲁普就上去了，这种配合是非常重要的。然后鲁普一上去顶住前面的运动员，法拉赫再从外道超到了第2位，这2个人是互相的去衬托，互相的去打配合。对，比赛来到3300米，法拉赫察觉时机已到，于是吹响冲锋号，发起总攻。哎呦，看就是这种挤碰和互相的这种身体对撞，5次以下都算少的。3400米，法拉赫行至首位。与此同时，埃塞俄比亚的3名选手紧随其后，并在第一时间形成人墙，成功打断法拉赫和鲁普之间的连线。4000米用时11分31秒18，鲁普的沦陷也意味着法拉赫要孤军奋战了。比赛最后2圈，肯尼亚选手在前面领跑，法拉赫紧随其后，埃塞俄比亚军团也在后面蠢蠢欲动。而现在整个埃塞俄比亚队的整体向前移了，向法拉赫发起冲击了。肯尼亚的恩迪库向前超，还剩下2圈800米的冲刺，这5000米真的是太险恶了。法拉赫跟住恩迪库，3个埃塞俄比亚选手跟在后面，但是现在法拉赫的位置，这个位置如果外侧再有1-2个选手再顶住他，他一会儿就很难冲出来了。比赛来到最后500米的争夺，两大军团依然形成对法拉赫的合围之势。紧要关头，罗布再次化身护法大师，为法拉赫保驾护航。鲁普赶上去，对，把肯尼亚的选手堵住了。对，鲁普挡上去，而且看鲁普这个这有机会了。鲁普的这个视角啊，就是看后面那个对手。千钧一发之际，万念俱灰之刻，鲁普用尽最后一丝力量助力法拉赫火箭成天。而接下来被完全释放出来的法拉赫，将整场比赛推向真正的高潮。法拉赫跟住恩迪库，现在整个竞争非常激烈。肯尼亚的梅尔加跟在第3位，胜负难料。最后300米这个冲刺啊是确实比较早，500米的加速可能都会把大家拖垮，就看谁能够坚持到终点了。大家都已经到了一种极限，都在挺。法拉赫在跟住恩迪库，挺住挺住！你看前面第1个领跑的那个选手已经是机械化的这种动作了。对，法拉赫恩迪库，法拉赫超越，是的，冲过去了。法拉赫创造历史，全力冲刺，甩开所有对手。虽然是孤军奋战，但仍然是一往无前。哇，不得不给他鼓掌了。13分50秒39，法拉赫也是创造历史。太棒了，太棒了！成为世锦赛上第一个获得3枚5000米金牌的运动员，真不容易，历史第一，不人心虚。历史上第一个运动员2次在同届大赛当中包揽5000、10000，这些都是历史第一。13分50秒39，最后400米用时52秒68，法拉赫梦圆鸟巢，达成世锦赛3冠王成就，长跑之王当之无愧。